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谁想来找你谈恋爱呢？今天呢，我们是一期有关于感情主题的一个特别占卜啊。那么我想为大家呢去找出这一个新恋情的一个能量啊。那我们会来看的是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当下你是否已经认识？无论这个认识的程度是多少，还是说完全现在呢跟他是没有建立任何联系的，那么我们会来看你们现在的一个认识的这个熟悉度啊，究竟现在是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我们会来通过这个能量来找到这个讯息。然后呢，我们来看的是，因为他是来找你谈恋爱嘛，然后他想来跟你就是我们所谓的走进这个恋爱的关系。我们来看的是这段关系里面，他是否是需要你主动的。那么每一段关系里呢，可能我们都是需要双方主动。可是呢，我们会来看的是，在这段关系里的当下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不主动的话，对方是不是也能够去就是推进这个关系的发展？还是说现在的关系刚刚好就卡在这个位置啊，需要你去点拨它一下，需要你去推动它一下，需要你的一点点的主动，或者是持续一点点的给予信息和暗示啊，来让对方有更多的一种勇气也好，或者是对方更多的一种信心也好，来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走得更加的顺利。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是分这样子3个不同的方面来为大家找到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这个人究竟会是谁，他的特征关于他的一些背景的信息，宇宙给出的能量，我们都会来在这边呢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所以说，如果你对今天的一个情感主题的大众占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部分。好，那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也是提前呢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组里面啊。那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第3组，我们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你们选的这个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小海螺。然后呢，我们这边的塔罗牌是 The Wild Unknown Tarot，然后第2副牌的朋友呢，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烟水晶。那么我们这边对应的是一个龙的一个塔罗牌啊。好，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来，我们这里呢配的是一个红色的玛瑙爱心，红玛瑙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塔罗牌 ，OK， 在你们面前的是这个玛瑙有点大，是这个有点那种复古风 ，OK， 复古风的这样子的一个塔罗牌，好不好？OK， 好的，那为了方便呢，你们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谁想找我谈恋爱？我跟他是否已经认识？那这段关系，这段恋情是否是需要我去主动来推进，或者是是稍稍推进，还是说要非常的去主动一点才能够让这个感情可以进一步的去升温加热呢？请宇宙给我一些指引，请宇宙给我一些提点还有建议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
究竟哪一副牌，哪一颗能量宝石，在能量的当下呢，跟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呢？由于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有些朋友如果在能量的选择的时候呢，对其中的一副牌，然后呢另外的一个水晶或者是宝石啊，同时都非常的有感觉，那么我会建议你呢都两组听听看啊，因为呢有可能你的信息啊，你的能量啊，确实是被分在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也就是说，你点开2副牌的能量来听呢，你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对应或者是有连接、有帮助的讯息。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啊，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是谁想来找你谈恋爱呢？那我们待会儿见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小海螺啊，是小海螺。好，那我把它先放一边。OK， 这是你们的小海螺。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谁想来找你谈恋爱嘛？那我们进入到抽牌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呢我提前抽1张牌。那么这张牌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我提前抽的是美人鱼，然后呢我看到的是 Guide。这张牌讲的是一个指引，一个导师，一个你值得信赖的同盟，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会想来找你恋爱啊，他当下想来找你恋爱。那么第1副牌的朋友啊，非常明显了，这边呢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他会在某些方面比你厉害，因为他在这段感情的关系当中充当的是你的一个指导啊，比方说他能够在某些方面带领你、教你、指引你。我们今天的这个数字能量，天使数字呢，正好是38，就是11。这个11的能量呢，在天使数字里面，它代表的是 individuality， 讲的是个人的能量。所以他来到你的这段恋爱关系里，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能够把你自己的一个个性化，把你自己的一个潜能进一步的去挖掘、信任或者是发光。一段好的感情关系其实是能够让我们不仅仅是心里得到滋养，也能够更加清楚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好，并且愿意去发展自己的这个好，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加美好可爱的人。OK， 所以说第1副牌的朋友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你的恋爱能量当中，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不仅仅能够在情感的关系里啊给你这种滋养，同时呢他会是你的生活里的一个导师，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如果当前第1副牌的朋友，你很想去学点什么，或者是想去需要一些比方说精神上的或者是选择方向方面的一些向导的话，那么不要去忽视了这个在情感关系里跟你有连接的他哦。好，那么这是我今天帮你们抽到的主牌，我们先放一边边，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谁想找你谈恋爱。我们先来看一下塔罗，我们来抽2张牌看一下这个人的能量是什么。感恩宇宙，好，金宇宙给我们指引，谁想找你谈恋爱呢？感恩宇宙，好，这是一个权杖母亲 ，OK， 这个人会比较的护内，或者是说比较的护自己的人啊，我感觉到他比较护自己的人。我们这里有一个权杖母亲嘛，然后是一个逆位的嘛，我觉得他比较护自己的人。那么如果你即将成为他的自己人，就是说你跟他连接在一起，你们就是一体的嘛，你们就是一家的啦，你们就是一个团队的啦，对不对？你们就是一个同盟组织啦，对吧？ Ally， 那么你站在他那一边，他就站在你那一边，他就会保护你。给我感觉到这张牌的能量就是非常非常的护短啊，所以说这个人，因为我们这里有个逆位的嘛，我会觉得这个护短的能量稍稍的有一点多。
有的时候呢，这个护短啊，比方说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这个家人啊、孩子啊、你的这个闺蜜啊、好友、兄弟啊，你护短嘛，你想跟他们站在一边，可是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他们的错，对吧？有的时候在这个事情当中，可能是他们的错，那可能我们会有一点点小偏见，对不对？有一点小护短。那么我觉得这张牌给我这个能量，就是说你的想来找你谈恋爱的这个人呢，会护短，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是包庇你的嫌疑啊，有一点包庇你的嫌疑。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去看了，保护你护短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有一点过于多的去偏袒你的话，那么你自己去看清楚，因为他是你的精神导师嘛，那他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会引领你，会保护你，会指引你，那么你的心里呢，就是被他保护，肯定会觉得很温暖，但是不要去忽略掉一些眼前的事实和真相啊，这个是我听到的一个信息。第二个呢，这个权杖母亲吧，给我的能量是她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热情。我们这张牌呢是一个火元素的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红色的条纹、黄色的条纹，代表着她热情。但是呢，我们这里是一个逆位的权杖母亲，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要么呢在你的面前有一点表现，就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因为想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啊，我们会想把最好的一面自己呢让对方看见。那他呢可能会在你的面前表现自己可能会说一些直接的间接的一些话，让你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的优势但是呢我会觉得这张逆位的牌卡可能他做的这一切让你觉得很清楚，就他可能自己觉得说我掩饰的很好，我没有在表现自己，我没有在你面前炫耀自己，但是呢可能你会看得很清楚，你就是在表现自己，你就是在炫耀自己，对吧？好，这个是权杖母亲啊。这张牌的第三个能量呢，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吧。这个人可能会在这个成熟度方面还是比较好的。这个人呢可能会很热烈。那有的时候呢，这个逆位的牌，它也代表着热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冲动。OK， 有一点冲动。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关系是否需要你主动嘛？我们等会儿会具体看。但是我觉得从这张牌的就是对方的这个能量的表达来看的话，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他还是很热情的，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你可以对他的行为、对他的动机、对他的这种想要去接近你的这种行为看得很清楚。OK， 第一张牌。好，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啊，我们来看一下谁想找你谈恋爱呢？感恩宇宙。好，宝剑4。这张牌呢在告诉我，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呢，其实是一个内心很柔软的人。这个羊给我的能量是很温柔是很温柔。当前呢，这4个宝剑压在他的头顶直接对的是他的这个眉心轮所以这张牌在代表着，目前呢，这个人想找你恋爱的人呢，我觉得他的语言方面还没有特别的多。也许你们现在呢保持着一个比较就是中等的频率在交流，也许是谈着有关于你们的工作，也许谈着有关于你们的健康，也许是谈着有关于你们的比方说接下来的人生方向，或者是你们想要去选择的一个决定等等这个人当前呢，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频率是以比方说短信，比方说聊天的那种软体信息，或者是邮件也有可能是邮件、电话。OK， 其实给我的感觉的是，你们大多数的沟通跟交流应该是在通过这个通讯的方式而不是那么多的见面。因为这张牌是逆位，而这张牌是正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因为这里大众嘛，所以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跟这个人是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沟通跟交流是来自于网络的。
OK，那么这个人当前呢，其实在对你的一种连接上啊，这个能量上，其实是比较通过他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语言和你们的文字、声音来感觉你的热度，来感觉你对他的这种情感啊，我看到这种感觉。所以宝剑四放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会觉得当前这个人的行动力是比较慢的。可能会是那种原地不动，然后呢静静的观察，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那他跟你之间是有沟通的啊，是有沟通的。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从这个能量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有机会已经认识了的啊。也许这个人是你新认识的朋友，也许这个人是你目前啊，就是你工作当中或者是生活里的一个比方说他有些东西比你知道的多他比你经历的多，然后呢他现在正在帮助你，或者是他在跟你一些沟通，两个人在互相的咨询两个人在说着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没有到达说很高的温度，但是潜力在这里，他很护短，他站在你这一边他非常的站在你这一边，所以他站在你这一边的话，可能会给你的感觉是很温暖的，给你的感觉是值得信赖的，给你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人很亲近很友善，所以你也会情不自禁的跟他分享很多关于你的问题，关于你的心情，关于你的想法，关于你的感受我这边感觉到就是你跟他分享的也很多。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想找你谈恋爱的人究竟是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特点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是 Rebel， 这是一个有点叛逆的人哈。我们今天其实抽到的是有一点这个 Shadow Self，这个人他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宇宙当前在告诉我的能量就是这个人的抗压能力并不好。这个人呢，他其实是比较喜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就是很有配合，就是你们两个人说什么事情就是两个人能说到一起去，然后呢两个人的意见比较的统一。但是呢，这个人如果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他就会很不舒服。所以说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这个人可能在某些生活的层面或者是部分，就是他可能会遇到过一些压力，比方说老板的压力，比方说权威的压力，比方说生活里的一些他无法改变的事情。他遇到这种事情以后呢，可能就会想着去改变，想着怎样让自己可以去有话语权，想着怎样让自己可以重获自由。他可能会在这些方面里面比较的就是有主见，他也可能在这个道路当中就是自己做的也很好。给大家举个例子那这个人呢，也许他之前被老板欺负嘛，那他会觉得这个老板真的是压力他，或者是就给他感觉说什么都要听你的，然后呢你的对我听可以，但是你错还要我听，我真的是非常没有办法去认同那么他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可能已经走出了那个老板的阴影。现在的他呢，可能更加的自由现在的他呢，可能已经不需要再去听那个老板的话，无论是换了工作，还是说用其他的方式在跟这个老板对抗，或者是找到可以跟这个老板沟通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前人之鉴了，就他走过这条路，他知道怎么回事，他也知道怎么办。而现在的他呢，又是你的精神导师，所以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他过去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和困难，被别人打压，或者是被别人做一些他不是很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迎合某个群体，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自己呢，我觉得是跟你当下可能人生的某一个部分的处境有相互的重叠。OK， 那你跟他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可能会很喜欢听他讲他的故事，他怎么做的，他当时怎么想的，然后你怎么做的，你怎么想的，你们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分享。OK， 那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叛逆者，他是一个反抗的人，他不是一个甘于向命运低头的人，这一点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折引到
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也许你们现在就需要这样子的一股叛逆的能量，去帮助你们挣脱命运的枷锁，或者是帮助你们去改变你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些看法，从而可以让自己重获自由，从而可以让自己去生活的更加开心，把这个心结给解开。所以这一个地方 Rebel 跟你的这个 Guide 也许在这个反抗或者是叛逆的能量里，它就是你生活当中的当下的一个指引者值得信赖，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这个人究竟是谁？好，这张牌其实也是这种感觉来看一下 Networker 这个是来看一下我这边的能量好，这个人呢话很多，因为这个人是一个信息传递的一个感觉 networker 也可以再讲说这个人其实社交还蛮频繁的，或者是他喜欢社交，他的圈子很多，认识的人也很多这个人他话很多，然后呢知道的信息也很多，可是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在这个语言的这个我觉得信息的这个大海里可能会有一点迷茫，因为我现在看到是说宇宙在讲他的这些信息呢也是为了自己可以去为己所用吧。这个能量其实我觉得还好，收集信息为己所用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而是说为己所用嘛，所以收集到这个信息也没有什么好去争议的只是看他怎么样去为己所用，那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对吧？如果是为己所用，没有伤害到别人，我并不觉得这个能量是一个 shadow 但是如果说他收集信息呢，伤害到了别人，那可能就不好了。好，我们把这个先放一边。第二个呢是在讲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散播这个恐惧所以说你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呢，他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中间人的感觉，他可能会在这个信息的部分他有一些你需要的信息，他有你需要的信息，他有你需要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他有你正好现在需要的能量或者是经验。那你们两个人现在相认呢，或者是你们两个人现在有一些沟通跟交流我觉得他正在传递给你需要的信息，他充当着这个中间人。因为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其实在讲这个涉及到感情的问题的地方呢，其实我们也是要以从感情是外，我们最后还要导向内，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个感情能够让自己提升，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对吧？那么他现在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很有可能是网络上认识的一个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很多跟网络有关的能量那么在网络当中他有他的信息，他有他的经验，他有他的经历，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来跟他学习，借鉴他的经验，借鉴他的一种思想，借鉴他的一种观点。但是最后呢你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决定。当前呢我看到这个人他的路子很广，信息量很大，然后呢可能会有一点喜欢去说一些八卦，或者是他知道的八卦也很多。如果这个人当前跟你的生活他的这个距离是很近的话，就你们两个人是有交集的话，那么他的这些八卦的内容你听一下，但是不要太过于认真听一下，不要太过于认真，因为有些信息呢就是可能每个人知道的都是一个片面的，而不是一个全部的你还是自己去判断一下。如果这个人呢他跟你当前的距离很远，你们只是网络上认识的话，那么你可以去借鉴他的经验，借鉴他的方式，借鉴他的一种我们所谓的这个信息量，他的经验是怎么回事但是最后呢还是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要去做决定自己要去做决定。那无论如何，虽然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人的 shadow 的一个能量层面这个人呢他本身确实当前是你的贵人非常的清楚，这个人当前是你的贵人，因为他现在在你的情感生活里是你的指引者，是你的导师，是你值得信赖的同盟。我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需要的人不同的，而这个人当前的能量就正好是你需要的，至少从宇宙的视角来看是这个样子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能量，这种很灵活的八面玲珑的
很会收集信息，很会传递信息的，有这种叛逆精神的他，是你需要的。OK， 那么这个能量也有可能是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喜欢的。我觉得这个人他非常的大方，他的大方在于说他很愿意告诉你。有的时候啊，我们生活里会遇到一些很小气的人，这些人呢不愿意分享，不愿意告诉你，不愿意去比方说告诉你对的，也不愿意去告诉你那里有雷，小心。但是这个人不同，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当前他愿意跟你说，他愿意跟你分享，可能分享的是他的经验，他踩的雷，可能是分享他现在好不容易收集到的一些好的讯息来跟你做分享，哪怕是一些八卦，可能也是以一种害怕你踩雷的方式在告诉你。所以无论怎样，这个人当前在你生命当中都是你的贵人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啊，我今天想看一下这个牌，看一下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谁想找你谈恋爱呢？好，我们抽到土星。我觉得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就是工作当中的啊，跟你的事业可能有一点关系。第二个呢，这个人他当前来到你的生命里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你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啊，你需要去克服它，你需要去挑战它，或者是你需要去面对它。就像人生有一个大山啊，大山呢我们有两个能量，第一个呢是阻碍，但是大山也是攀登，也是能够让你去达到顶峰的一个这个感觉。所以 Saturn 啊，这个土星能量出现在这里，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也许这个现在吧，你需要做的事情啊，是需要你很多的努力，需要你很多的精力，在人生当中需要你去付出很多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挡在你的生命面前。而你的这个恋爱，你的恋情这样子的一个人出现在这里啊，我觉得他可以给你一些 discipline， 给你一些指引，给你一些引导，给你一些框架，能够让你去着手去开始，让你着手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你着手去，我觉得是接受这个命运的挑战，从而让自己去成就一番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伟大的梦想，或者是伟大的一个事业吧。Saturn OK，再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呢出现在你的生命啊，他可能会来帮你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跟一些我们所谓的不是很好解决的问题，可能是一些需要你花时间、花精力啊。比方说，你需要去解决一个健康有关的问题吗？还是说你需要去帮助某一个人吗？还是说你想去成就一个目标吗？那么这个人出现在你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就是去帮你整理这个思路，帮你去计划一个蓝图，帮你一起去规划一个什么样子的设计，从而呢可以让你去，我觉得是开始人生的攀登，或者是让自己的人生继续攀登，向上行走啊。这个是 Saturn。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用一下塔罗牌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宇宙想做一个补充。OK， 第一张牌呢是权杖一，这张牌刚才其实有出现过一次啊。权杖一，这个人对你非常的有好感啊，这个人对你非常的有好感。我觉得这个人你们两个人当前是有一点点交集的，但是呢，未必你们两个人就是说往这个情感方向在走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对你很有激情，这绝对是一个新人。新恋情，这个人对你很有热情，这个人对你有非常强烈的一种，就是他看上你了，或者是他看好你，他觉得你值得。然后呢，当前我觉得这个人他在不遗余力的去帮你，在给你信息啊，给你提供一些指引。然后呢，他可能也很希望你能够走出来，或者呢是获得这个新的可能性啊，他在帮你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权杖一，这张牌也代表着这个人对你啊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觉啊，非常的有感觉。他可能想跟你快速的去发展。对，权杖一啊，对一切的一个生长啊，非常有潜力啊。好，来看一下。
好，然后我们这里抽到是 Hierophant， 对，这个人是你的老师啊，这一点就不用去质疑了。这个人呢，我会觉得他的姿态不会太高。其实这个人，我觉得他可能会年龄上有一点老成，就有一点给人的感觉是有经历的嘛，有阅历的啊。但是他不会摆架子，因为这个 Hierophant 是逆位嘛，我觉得这个人不会摆架子。但是这个人肯定是觉得自己，他内心还是很有自信的，觉得自己有你需要的东西嘛。但我觉得他不会摆架子，还有粉是逆位的，甚至有的时候在这个关系里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可能会更加的有这种主动权，你可能会更加的强势一点点，或者是你会比他更加的直接啊，你会比他更加的直接。其实这个能量啊，当前我看到呢是这个人可能喜欢你，比你喜欢他更多。OK， 如果当前只是一个暗恋的话，那也是他在暗恋你，可能你对他的这种暗恋的情绪还比较的少啊。这个人呢，可能是从事有关于教育方面的工作，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比较的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有一点不走传统路线啊，这个能量，因为我看到这个叛逆，又看到了大主教的一个逆位，他可能不走传统路线，他会有一点另辟蹊径的感觉啊，所以他可能也很希望你能够去向他学习，或者是勇敢的去另辟蹊径，从而可以实现你的目标，达到你的心愿，实现你的理想。这个人呢，我们看有土星能量嘛，所以说他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的有耐心。Saturn 土星是跟时间有关的，他比较有耐心，他很想你能够去通过你的时间去达成你的目标，而他对于你也是有耐心的。OK， 他非常的接地，很实际的一个人啊。所以说，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你在跟他的这个连接当中，你现在可能更加的是对他的欣赏，对他的一种依靠，对他的一种依赖性。那么至于说情感方面的能量呢，我觉得是需要你们共同的去寻找，或者是共同的去探索的。但我觉得这个人对你是有感觉的，是有感情在这边的，而你对他呢未必有这么强烈的情绪我觉得这边我看到就是未必有那么强烈的情绪了。好，讲到情绪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是否需要你主动我们来回答最后的一个问题。好，来看一下好，我们去连接最后一个能量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个第一个呢，我来补充一下关于这个人的星座，就是他的一些背景信息吧，大家可以参考啦。这个人的土能量很多，所以这个人呢，金牛座的能量和摩羯座的能量是比较重的，金牛跟摩羯，然后呢就是水瓶座水瓶座能量所以是金牛、摩羯、水瓶这三个星座能量是最强烈的。再来呢，这个人的工作刚才我讲，可能跟教有关，可能也是跟网络有关，跟 IT 现在有很多网络的工作跟网络世界的一些东西有关联。那么网络相关的工作就很多很多，从程序编辑员到游戏的开创者就是很多可能是跟网络有关。这个人呢，年龄上我觉得是有可能比你长的。当然了，他的成熟度跟年龄不能直接的画等号，但是呢，他很成熟，就有可能代表他的年龄是有的。最后呢，这个人也有可能是，我觉得也有点像 coach， 就是教练。这个教练呢，有可能是跟职业发展或者是跟健康有关的跟网络媒体有关的一个教练，就说他可能某些方面是比较有经验的，然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一个方法那你们也许是在这个地方他很擅长的一个领域里面有交集有交集，你们可能也是在这个地方相互认识的好 OK， 那么背景信息呢，我就已经连接完了。现在呢，我们来看最后是否需要你主动。那么在这里呢，会看一些关于你们的情绪、你们的情感、你们的连结，关于这个行动篇的一些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指引，感恩宇宙。
好，第一张牌呢，我抽到是这个双子啊，新月在双子 ，think it through。好，新月在双子啊，双子座能量呢就非常明显了，它就跟 communication 直接是有关系的啊。这边呢，我会感觉到你们现在是有沟通的，是有交集的，但是如果想要去往感情方面更加的推进啊，尤其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其实对这个人是有感觉的，这个人在暗恋你，但是你对他的这种情绪的话也是有的，你也很想去探索关于更加深一层次情感的可能和连接的话，那么这张牌在告诉我，你可以去主动，但是这个主动呢，需要你去做一些尝试。就是说，如果你主动的话题还是跟你之前的有关于你的问题呀，有关于你的一些事业当中的呀，或者是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就是跟感情没有关系的话题，你主动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新月的能量在双子啊，就是如果你想清楚，你想跟他有情感的连接的话，你需要带动一下情绪，你需要去带动一下这个沟通和交流的一个突破口。就说如果你们的沟通和交流永远都是在谈事情、谈日常、谈你们的这个感兴趣的话题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停在这里。所以你需要去增加一点料，增加一点调味剂，增加一点这个沟通的别的东西啊，来向他展示你的可能性，来向他表达你其实也有这个意愿。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当前隐藏的蛮深的Saturn 他会比较克制自己而且这个人当前呢又很想帮你嘛，所以他可能觉得说你很需要的东西并不是情感，至少当前不是，所以他在不遗余力的去帮你，给你一些指引，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资源，而没有去展现他对你的情感的诉求。而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对他也有情感的诉求，你也很想跟他不仅仅是做朋友、做导师、做这个学生，或者是做一个当前的一个知心朋友的话，你想跟他成为情侣，至少发展看看的话，那么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你需要去打开这个话匣子，告诉他这个可能性，他才有可能在情感的话题当中跟你去说，跟你去聊，让你了解他的心意，或者是他对你真正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感恩宇宙。好，这张牌呢是上弦月或者1/4月吧，在双鱼。Honor your feelings。这张牌呢比较像是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是指引能量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对他有感觉从这张牌里可以看出你对他有感觉，或者是你将对他有感觉，好不好？就你们两个人，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的能量都在这边嘛。如果你们两个人现在还在非常早期的一个相处的话呢，那你会慢慢的可能会对他有感觉。你现在呢可能是需要他的帮助，或者是需要他的信息，但时间久了可能会在情感上也是有依赖的，或者是在情感上有新的可能。宇宙呢就是在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可能开始的时候都有一扇门，这个门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从感情方向去入口的。有些人的关系呢，刚开始可能就是公司里的同事学校的同学老师或者是一个咨询师或者是一个客户这是你们关系的起点，这是你们缘分打开的方式。但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会走到哪里，那是你们两个人的经营，那是两个人共同的一种情绪的建立。1/4月相在双鱼呢，就是在讲你要去明白你的情绪，你要去看懂你的情绪，你要去敢于承认你对他的情绪。那么这些感觉，这些情绪就代表着你真正灵魂所需要的养料。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在讲，也许某种程度你在逃避着你心里真正对他的情绪，或者是不敢去接受，不敢去认可，不敢去让自己去开始这个情感的一个探寻。宇宙在讲你心里的真正的情绪你自己最清楚，你让自己坐下来，你让自己慢下来，你让自己真正的去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你对他的情绪究竟是什么。
究竟有多深，究竟有多少。那么如果你看清楚了这个情绪，你还得勇敢的去接受这个情绪，那么这一段恋爱，这一段感情之路才能够真正的被你们两个人一起打开，就像解锁一样。大家看Hierophant有个钥匙才能够去解锁这一段感情它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以一个老师跟学生，或者是精神导师和一个需要被引领的一个人，这样子的方式去开始的。而这段关系是有可能继续深入，有可能继续向前的。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去一边感受，一边去体会，一边去接受。那么宇宙给你的能量，土星的能量，时间很重要。这段关系，这段情缘不是一个非常快，不是一个非常立竿见影，不是一个迅速陷入热恋的这样子的关系，而是这段关系是需要你们去琢磨，需要你们去感觉，需要你们去勇敢接纳的一个过程。土星的能量，对吧？慢慢的去释放，慢慢的去感觉，慢慢的去深入遵循自己的情感，勇敢的接纳自己的心，就是这段关系打开的正确方式啊。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你们连结谁想找你谈恋爱的所有的讯息和指引。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当前的你有所帮助，祝福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都可以喜得家人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灰水晶，好，放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能量是来看一下谁想找你谈恋爱。我们今天是一期感情的一个特别大众占卜那第二副牌的朋友呢，我们这边呢提前为你们抽了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我今天抽的，就是提前抽的唯一的一张牌卡。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们的能量我抽到的是 Fertility 这张牌呢，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一个美人鱼在孕育一个小美人鱼，就是特别的感觉很温暖，感觉非常的环境很舒适然后呢这里有很多的滋养，很多的爱。这个美人鱼的头顶有一个月亮嘛，代表着母性。 OK， 那第二副牌的朋友在我们这个能量里呢，它讲的是潜力，讲的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创造，以及一个起始的能量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能量非常强大的感应在于说，这一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可能是一个新人，他有可能当前你并不知道他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他的话呢，我觉得这段感情应该会是蛮滋养的一段关系，他应该会为你投入很多很多他的情绪，他的情感，他的保护，他的温存。那我们看这张牌里面，它的一个天使数字呢是数字8，这张数字8的能量，天使数字它是很强很强的显化，它代表着非常的努力，非常的有决心，一定要把一件事情给做成，一定要把一个东西给显化出来。所以这个能量它代表着意志，就是我有很强的意愿去把这段关系创造出来。你是单独的个体，他也是单独的个体，而你们的关系就是这个新的创造。好，那我们把主牌放一边，我们来连接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我们先来抽2张塔罗牌我们来连接一下这个人，谁想找你谈恋爱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人的能量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选择到第2组烟水晶的朋友，谁想找你谈恋爱？请宇宙把这个人的能量告诉我们，感恩。好，第1张牌 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皇后的能量又是一个非常带有滋养性的感觉。金币皇后大家不要去执着这个性别。皇后的能量呢，当前这个我们来解一下。第一个能量，成熟，一定是成熟，一定是稳重，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或者是很年轻很幼态的一个感觉。金币皇后的能量，而且很稳，土象的所以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呢，他很稳，他很成熟，这个人是一个行动派，是一个努力派，
非常的踏实，非常的现实主义啊，不是一个空谈恋爱的人。如果谈恋爱的话，感情必须要能够落地生根，必须能够要有关系，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这个人呢，我觉得他知识很丰富，阅历也很丰富，很多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啊。我们一边看有关于感情里的，我们也去看这个人性格当中的。所以他在工作方面，在生活层面应该是一个蛮厉害的人。比方说他很会照顾自己，他很会做饭，他很会吃，很会玩啊，很会把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比方讲工作和生活平衡好啊。在这张牌里面呢，有一个很强烈的能量是在讲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他的知识储备很不错，也许他的教育背景很好，也许他一直都是爱读书、爱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人。这个人呢，当前坐在一个王座之上啊，也有这个白龙去助他，顶轮有五角星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呢，他很聪慧啊，非常的聪慧，再加上他的知识储备，所以说这个人应该是相当优秀了啊，可以这样讲。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哇塞，第二张牌是大女帝啊，大女帝牌。那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呢，他的各个方面条件都非常的优秀。我觉得这个人他的物质条件啊，我们来看一下，物质条件非常的优秀。他可能在工作层面啊是非常多金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他的家庭环境背景是很优越的。然后呢，这个人他，我觉得是生活当中属于那种，内心富足啊，内心富足，而不是内心匮乏。这个人如果想谈恋爱的话，他能支撑起一段非常有深度、非常有，就是可以长期的啊，他可以经营一个很长期的关系。因为女帝的能量是非常有滋养和孕育能力的。这里也在告诉我啊，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想来找你谈恋爱的这个人是 ready to in a committed relationship， 就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进入到一段有承诺的情感关系里。所以这个人的年龄和他的这个经历和他的一个情感的这个时间段都是刚刚好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有情商的人，或者是刚刚分手的人，这种人呢，其实他们非常需要的是疗愈，对吧？疗愈好了才是可以进入到新的情感关系里，而不会去把过去的痛放到新的那个人身上，做一个不公平的折影，是吧？那你们接下来要遇到的这个想找你恋爱的人，他已经，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的过去的一些东西就是牵绊，而是他现在已经让自己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情感层面3个方向全部都是准备好了的。只要他遇到那个对的人，只要他看到了、遇见了、心动了，这个人就会投入进去啊，就会投入进去。我觉得你跟他去谈恋爱的话，一定会很快乐。因为他能够给出东西很多啊。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你现在的状态也是准备好了的话，那么也许这是你本身能量的吸引，也是你本身能量的显化，你将吸引 OK 到一个这个跟你一样啊，我觉得是全方位都准备好了，可以去经营一段有深度的啊，这个有承诺的、有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关系，好不好？这边牌非常的好啊，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非常非常的棒，所以自己啊，我们又把那个能量说回来，我们去看的是别人，我们看的是关系，但是事实上，这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能量的显化。我们当前第2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的状态就是非常的美好，一切都是准备好了的，只要遇到对的人，你就可以进入到一段有承诺、可以发展下去的啊有深度的情感关系，好不好？OK。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连接一下关于这个人的一些特征，或者是关于这个人的一些特点，我们来找到这个人的能量啊。好，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人啊？这个想来
找你谈恋爱的人究竟会是谁？感恩宇宙。请宇宙把这个人的能量给我们哦。好，第一张牌我们看到是国王，稍微有一点小小的逆位啊。国王的能量呢是比较有权威的，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了皇后嘛，又看到大皇帝，又出现了国王。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比较有权威的啊。这张牌给我的第一个能量就是有权威感。这个人呢，有可能是比方说领导，公司里的领导，有可能是社会地位有点高的人士，也有可能是他在他的专业领域里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人啊。他有这种感觉是领导力啊，国王嘛，领导力 OK。然后呢，第二个呢，我觉得他非常的温暖啊，国王的能量啊，他有这种 inspiration， 就是作为国王，我能够去引领我的子民，对不对？这是国王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嘛。所以说他的这种温度和温暖啊，能够激发你，或者是让你能够就是被他吸引。很多时候一个权威的人士或者是一个领导人，他会有他自己很独特的魅力，让别人非常的服气他，或者是让别人非常希望去跟他靠近，或者是让别人愿意去跟他为伍，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一个领导人啊，他有领导力。那我们今天的逆位的国王呢，是在讲他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头衔会有一点在乎啊。那么这个人又是一个土象的皇后嘛，所以说我综合到这个能量里看的话呢，我会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呢，有可能会比你的社会地位稍稍的高一点，或者是说他的经验、社会经验、社会阅历比你稍稍的丰富一点。第三个呢，最多的一种情况，或者是说这个人如果是逆位国王能量很重的话，那么就表示这个人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强势。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呢，就会给你的感觉稍稍有一点大男子主义，有一点控制力。如果这个人是女生的话呢，可能他会有一点御姐的感觉啊，比较强势啊，比较的就是我做决定啊，你要多听我的一点哈。但是呢，并不代表这个人他不好啊。每个人的性格呢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人的性格呢都是温柔可爱，也不是所有的人的性格呢都是那种很甜啊。那有些人呢性格当中可能是有强势的一面，但是呢一样的，他也是有综合能力的，他也是有创造能力的，而且这个人的能力还非常的强，对吧？好，第二个呢，我看到在这个国王的能量里呢，宇宙是在讲这个人会稍稍的有一点想去，就是说在这段关系里拿到一些话语权，因为是国王嘛，所以他可能更加希望的是这段关系里我会有话语权，我一定要有话语权。有些关系呢可能会遇到一种恋人，就说他都听你的嘛，特别是在早期都听你的，然后呢你说什么都好。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恋人啊，就是你们会遇到的想来找你恋爱的这个人，他可能会希望你听他的多一点，或者是你能够尊重他多一点，你能够主动他多一点都是有可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米西亚，米西亚一个拯救者。那么这张牌呢，我们直接抽到是它光的属性，就是正位的嘛。为了人类，为了这个集体，会有大爱和牺牲的精神啊，这就是拯救者嘛。所以说，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啊，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有大爱的人是什么感觉？就是说他的爱不仅仅拘泥于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关系，有了这种情感关系，包括荷尔蒙的冲动，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点变化，可能会偏爱，可能会偏执。有大爱的人呢，是在情感关系的面前呢，他不仅仅会对你好，他也会对别人好。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底线、非常有原则的人。再讲本质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好人。就算别人跟他之间没有什么样子的利益关系
啊，或者是说甚至有的时候还跟他有一点利益的冲突，他都愿意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去谈恋爱的时候要去找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最好也是一个他本来就很好，意思就是说不会因为你是他的爱人，你是他喜欢的人才对你好，而是说他对所有的人都好，那么这个人最差的那个底线都会去高于很多平均的水平，而你作为他的恋人，作为他的情人的话，他只会对你更好。所以说我看到这个米斯亚的能量呢，我会感觉到啊，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接下来呢要遇到的这一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他真的非常的优秀，唯一的一点可能就是他稍稍的有一点小傲娇，或者是有一点点就是憋着一股劲，因为国王的能量是逆位嘛，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点优势，有一点要面子啊，说的这个通俗一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一点要面子，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优秀的人，他对你好，他也对别人好。如果你们两个人是在一个工作的环境里认识的话，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他可能在领导层里面，就是或者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他对公司里的可能每个人都很好，口碑也很不错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嘛，那如果说这个人是在比方说社区的环境里啊，一个什么样子的群体，或者是一个什么学习环境啊，那么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很乐于助人很有爱心，然后呢可能他还是一个学长啊，类似这种感觉。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人呢，想来找你恋爱的话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可能也会注意到他，很难就是说忽略掉他的一种光亮啊，因为这是国王嘛。这个人可能会以行动的方式先接近你，而不是用语言的方式。就是说，他接近你的方式可能就是帮你，比方说解决问题，或者是帮你做点什么事情，或者是帮你就是送你上下班，或者是给你一些方便啊。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应该是以行动的方式来对你好，来让你看到他真的很值得信赖，或者是他非常的就是人真的是很好人嘛，那你肯定就会喜欢他。那么这个喜欢能不能升级，会不会升级，那么就看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磨合以及时间了，对不对？好啦，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要来继续抽2张塔罗牌，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这个人呢究竟是谁啊？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人的一些背景信息，我们来找到更多的关于他的背景信息。好，第一张牌呢，我抽到的是金币10的一个逆位。这一张牌呢，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说，也许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呢，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啊，是有一点复杂的，或者是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啊，或者是说他的家人能够给他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比较多的是他从困难当中，OK， 自己打造出了自己的稳定，自己强大到可以做一个国王，所以他可能有一点这种不靠父母啊，或者是没有办法靠父母啊这样子的情况。那么他可能个人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也许有些朋友会很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属于那种创业派，或者是革命派，或者是那种超级努力的人啊，超级努力的人。这个是第一个金币10的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我们来看这个人的背景信息。OK，好，第2个牌呢，就是这个 Emperor 的逆位，这是一个大皇帝牌的一个逆位啊。我听到的是关于这个人，他会有一点小小的刻板啊，这个 Emperor 逆位的有一点小小的刻板，就是说他对于规矩啊，对于这个社会里的一些规则啊，对于他自己的一个权威啊，他的尊严啊，自尊心啊等等啊，可能看的是稍微有一点重的。我觉得这个人不属于那种看起来会给人的感觉很平易近人，这个人其实给我的感觉，他比较容易以一种更高的姿态啊去跟别人相处。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年龄，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啊，他可能已经习惯了，或者是他也比较喜欢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但是呢，并不代表高高在上的人呢不是好人，只是说他有这样子的一股劲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就很讨厌这种感觉啊，但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觉得说还行，或者是说可能你先开始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是跟他相处下来，你会发现他真的是好人，而且呢，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有些东西就是走近了才知道。我们在看的是潜力嘛，所以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要经历一段比较多的时间，真正的相处和认识，才能够去打开这个关系的可能性，才能够去创造这段恋情的，我觉得是起点啊。我们看到是 Emperor，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呢，也比较像大家长啊，真的有很成熟、很稳重的感觉。然后呢，他又是 ready to， 就是准备好进入到恋情，准备好去结婚，准备好去给出承诺了啊。所以他在选择他的恋爱对象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比较的谨慎。这个人当前如果去选择恋爱对象的话，我觉得他肯定是有这种奔着结婚去的感觉，至少他有这个念头，至少他有这个心愿。再加上他有可能原生家庭没有那么的幸福的话，他可能就更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个过去，改变这个命运，然后呢，给他未来的孩子最健康、最圆满、最幸福的家庭。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人呢，当前他的星座能量的话，有白羊座，有狮子座啊，有比较多的火象在这里。然后呢，这个人也有可能是土象里面的啊，我这边看到是金牛座，天秤座也有可能啊。这里的几个星座能量给大家看一下。好，来，我们今天来多加一张牌啊，这边我想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是谁，他有哪些能量背景信息，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感恩宇宙。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七宫。其实七宫呢，就是我们的婚恋宫啊，这张牌其实就是我们的婚姻的一个宫位啊。所以说，我会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接下来想来找你恋爱的人呢，可能真的是已经想结婚的一个人啊，他可能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我觉得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说，一旦你们去开启的话，有可能就是说是一个正缘的关系啊。而且呢，我也看到，虽然我没有看发展啊，但是我看到这个人的能量里面，就是有那种非常强大的稳定、稳重、成熟，然后呢又有家庭的能量在这边。土象的皇后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接地，非常的有这种我们所谓的能够驾驭起一段成人的恋情吧，可以这样讲。而且又加上这个 fertility， 它有这种孕育的能力，孕育的不仅仅是关系，也有可能是你们未来的孩子。而且我这边还看到了女帝牌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人也许他不仅仅是准备好结婚，也想成家立业，或者是还想要孩子。他可能觉得自己在这个物质社会当中的一些打拼，已经到达了一个稳定的基础，他已经完全可以去组建家庭了，他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去娶妻生子了，对吧？或者是去怎么讲嫁人了，对不对？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七宫的能量出现在这里呢，我觉得更加的是确认或者是确定了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呢，是奔结婚去的。那么你们有可能接下来遇到的想来找你恋爱的人呢，他的能量里面是强大到有可能是你的未来的结婚对象啊，可以去把握一下，我觉得是可以把握的。这个能量给我的感觉和感应的话是比较强的啊，比较强的。所以说，祝大家好运啊，祝大家好运。好，那我们来看的最后一个呢，我们来看的是这一个啊。我们今天还要解决两个小问题嘛。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是否跟你已经认识。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跟这个人应该是，我觉得是不认识的啊。我觉得这边你跟他是不认识的，因为我这边并没有看到很多关于你们两个人在交换这个能量，更多的我看到都是他的能量在这边啊去 OK 显化出来。然后呢 fertility 这张牌呢，它讲的是孕育，而孕育当前呢是一个 baby 的状态，给人的感觉这个能量很弱。
而且你们需要去一起去创造。所以我会觉得大多数的朋友，第二组的应该还没有遇到他。但是如果你遇到他之后，我觉得你一定会有感觉，就是说这个人跟你的连结，跟你的缘分，他不一般。而且我们今天有7宫的能量在这里做一个支撑。无论第2副牌的朋友，当下你的生活的重点是工作，是学业是照顾谁，或者是友情，自由万岁，无论是什么，人生有的时候这个时间段还有生活的重点，不是我们说的算的。就比方说你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就有可能要去谈恋爱，因为你会遇到对的人。又或者有一段时间你很想谈恋爱，但是呢，你的生活重点永远都是工作里的好机会，它无形的一个大手就会把你拉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与其去挣扎，或者是控制，或者是推进，不如我们顺应自然。如果宇宙当前真的要给你是婚恋的这个能量，就是说接下来他想给你这个未来的伴侣的话，而你现在又是单身，而你总是最终还是想找一个人的话，那与其去等到你比方说一定愿意的时候，不如顺其自然的去接受一个爱你的人。 OK， 7宫的能量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呢是否需要你主动。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你们2个人能量的一个关联我们来抽2张牌看一下。好，感恩宇宙。请宇宙给我们指引，谁想找你谈恋爱呢？是否需要你主动呢？感恩宇宙。看一下有关于这段关系好，第1张牌，新月在水瓶。这张牌呢，它给的能量是我们要能够打开心去改变我们要能够去愿意改变。这张牌给我的能量的对应呢，是在讲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在生活当中你的固定的一个，我这边听到就是这样2则可能。第一个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于恋爱和婚姻呢并没有那么的强烈的愿望吧。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就是说也许恋爱还可以，但结婚的话也许你并不考虑，至少在当下的人生里你可能没有这样想过。而且呢，可能对于你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未必是想去结婚，虽然你也许可以结婚，但是你未必想去结婚那宇宙在讲的是，生命有的时候这个缘呢就是这样子它来了就来了，它没来就没来。那如果宇宙说我接下来想给你派来的是结婚对象，想给你增加一个人生伴侣的话，如果你生命接下来打开的是这个层面的话，那么宇宙说希望你能够去愿意改变至少是你可以去改变的吧。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我就算来了这个机会我也不想抓，因为我现在就是要做这个，也可以但是呢，当前宇宙给你的能量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你能够愿意去改变这个是 open up to change。 新月在水瓶座新月的能量呢，它也在代表着一个新的周期，一个新的可能性那么水瓶的能量呢，正好是在摩羯的能量之后所以说我感觉到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说工作、事业、家庭、责任是你过去一段时间生活里的重点，也许你已经做得很到位了，也许你也做得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去尝试一下走进人群，走进社区，交朋友遇见自己的恋人，遇见自己的这个人生伴侣，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吧。好，新月在水瓶open up to change。 第2个呢，这张牌的能量就是在讲这个主动的问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也许在情感的这个关系里面，自己就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思维，比方说你认为在关系当中，如果谁先主动，谁就比较没有主动权，谁就没有话语权，谁就会比较的被动，容易受到伤害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改变这个思想。因为主动和话语权是谁是关系里的主宰，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有的时候呢，在恋爱的时候，包括人生当中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是需要随性一点。包括这个水瓶座水瓶座是什么能量？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呗，对吧？
管他那么多规则，管他那么多的那些什么条件条条框框的东西，我就是要追寻自己，我就是要寻找这个自由。自由的能量是无价的。什么叫自由？我想爱你的时候，我就想去大大方方的爱；我真的不想爱，我想离开的时候，我就勇敢的不回头的走。这就是一种自由，这也是一种我们所谓的自我，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新月在水瓶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讲这个主动和被动的这个主题嘛。就是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说这个人他真的很棒，真的很优秀，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国王的逆位，他有可能会有一点骄傲，他有可能会有一点那种爱面子等等或者是有这个玻璃心的感觉。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真的优秀，然后呢也很适合把握的话，你主动个1-2次也没什么关系。而且你的主动，你去看一下对方的回应嘛。如果你的主动换来的是对方无比的热烈，无比的强烈，然后他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你就稍稍主动一点点呗。那如果说你主动了，然后对方非常的冷漠，非常的冷淡，或者是说他给你的感觉不好，那你就不主动了呗，你就让他必须得行动起来，你才给他这个机会呗。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转变或者是一个角度的变化，其实不是说看对方，我们一定要把事情转到自己，为自己，或者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出牌，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决定这张牌新月在水瓶。好，最后的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关系里是否需要你主动，来自宇宙的信息是什么呢？好，这个是1/4月相狮子。这张牌是说 be humble 要谦虚一点。好，我听到信息狮子座1/4月相，1/4月相呢是新月或者是黑月到达这个满月中间的那个节点。那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从起始的开端走到全月的这个终点，或者是全月是个结论的话，那么中间的这个地方是什么？这里是一个考验期，这也是一个所谓的阻碍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还很放得开大家都可以去聊可以去了解可以去玩呢。那到了一半的地方，离结论还有，我们把结论当做这个表白来好了。如果是修成正果，或者是关系能够到达这个结论作为全月的话，一半的地方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要去磨合的点。那我们这边看到是否需要你主动，也许在这个地方狮子座嘛，骄傲的心，国王你看狮子座国王，他的能量是相互交叉的，骄傲的心。那么这个骄傲可能来自于不仅仅对方，也有可能来自于你。第二组牌的朋友，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恋爱的这个关系当中，你也会容易就是说想要这种被捧起来的感觉，或者是享受被别人追的感觉骄傲的心，可能你不想在这段关系里输，不想在一段关系里呢自己落入一个弱势位，你希望自己能够永远掌握着主动权，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更加的主动，能够更加的可以去控制这个局面，控制这个结果。但是一段好的关系其实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经营的，需要两个人一起去为这个关系做一些努力的。来到了1/2，我觉得这是一个磨合期。这个能量在告诉我，也许这个人会刚开始的时候对你是很主动的，但是随着你们关系的推进，随着这个关系的进展，我觉得对方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他也会所谓的陷入一种迷茫，或者是他可能也会陷入一种需要你给出一些暗示也好，或者是提示也好，来让他知道究竟他的努力有没有可不可能得到你的回应嘛，对不对？那么走到一半的地方，这个地方需要你们两个人都能够放下这个强烈的自尊心，以这段关系的孕育为最终的结果去努力。所以不是去看自己有没有面子，自己有没有自尊心，而是看自己做的这个行为，或者是自己做的努力，能不能让这个关系，让你们两个人所创造的这段关系可以去孕育成长，
变得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圆满，越来越幸福，从而呢可以让你们的关系啊落地生根，或者是孕育出来，也就在预示着这段关系的开花结果。所以我觉得今天呢，虽然说可能很多朋友还现在没有遇到这个人啊，也许有些朋友可能也遇到他，那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指引的信息还是蛮重要的。至于这个主动还是说谁主动，什么时候主动，我觉得是需要第二副牌的朋友给一些配合的啊，给一点配合给对方，对方还是会先主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关系走到一半的地方，我觉得这里很考验你们的自尊心，很考验你们所谓的这种能不能够放下一些架子，放下一些自己的一些小小固执，打个引号啊，能不能够为了这个关系去真正的愿意努力，我觉得是很坦诚的一种努力啊，那么这个关系就一定可以去一直的往前推进，一直的去发展。我们这里有很强的孕育的能量去滋养它。所以呢，在这里就提前的祝福第二组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可以和他一起孕育出 OK， 如果你们准备好的话，孕育出你们的人生伴侣吧。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红色的玛瑙爱心，好，放这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谁想找你谈恋爱。我们来寻找一下这一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呢。我们今天呢也会来连接两个小的能量，就是说这个人究竟你当下，就是你点开这一期的占卜来看的话，你们两个人是否已经认识？然后呢，我们也会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关系里你是否需要就是很主动。OK， 这个主动程度是一点点，还是说你需要比较多的去推动？我们会来稍稍看一下这个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为你们抽到的主牌 Telepathy。 这张牌呢是心灵感应第三组牌的朋友抽到是心灵感应，所以我觉得第三副牌的朋友吧，来自这张牌里他传递过来的信息是在讲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跟你两个人呢有很强烈的心灵感应，你能够在能量这个层面吧，去感受到他的存在，他对你的关注，他对你的一个别有用心，打个小小引号那么我觉得对方呢跟你之间可能会有比较强的暗恋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很强的暗恋，无论这个暗恋的原因或者是起始是什么，我觉得两个人可能会有一点猜，就两个人会猜一猜这个感觉你们两个人可能会猜。所以说这个能量呢，我会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刚才讲暗恋，第二个呢，我也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有一些情感关系并不是说一定要通过语言的方式做很多的沟通跟交流，不停的说。我们就算是看星座的话，有12个星座，对不对？那么我们个性当中或者是恋爱的方式里可能也会各不相同。那我会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跟他的爱情，你跟他的这个谈恋爱这个所谓的谈，我觉得更加多的是一种感觉。可能你是一个性格很安静的人，或者是对方性格也比较安静。我们在讲无声胜有声 OK， 有的时候这种感觉它就是感觉，它不是用语言表达的，它就是一种能量，它就是一种感受，就是那种眼神交换的那一种一瞬间的心动。所以这个能量我会觉得比较的特别那么这种我们现在呢只是看到第一张牌嘛，我觉得这个是你们恋爱的一个特点是你们特点，那肯定还会有很多的沟通嘛，只是说不是说一定要从沟通的方式去进入，而是这段感情这段恋爱可能会先以能量的方式让你们两个人开始互相关注，互相的去重视，互相的去看到彼此的心意，然后再是其他的一些东西的展开。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两个人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你跟他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好的，那我们先放一边
哦，对了，有一个能量忘记跟大家讲，就是这个30号牌啊，30号呢是一个天使数字，那么这个数字3呢，它代表着创造力，两个人一起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1+1大于2的这种创造。好的 ，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抽牌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谁想来找你谈恋爱呢？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先来连接啊。我们今天要连接2次用这个塔罗牌。我们先来第一次抽牌，看一下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大概的一个能量啊。我们来寻找他，我们来连接这个人的能量信息。感恩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选择到第3组红玛瑙的朋友，谁想找你谈恋爱呢？感恩。OK， 第1张牌 Temperance， 节制牌。这张牌的能量就非常的美好啊，我觉得。这张牌呢，我觉得你们2个人的这种互动默契非常好，相互的理解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些需要啊，就是会很要求对方嘛。但是这张牌我看到是真正的在相处，就是说互相的理解，我愿意为你着想，然后呢，你也愿意去为我着想。大家在一起呢是交换这个能量啊，相互欣赏，相互交换。所以我会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跟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呢，某些地方可能会很不一样，很相反啊，是比较相反的。但是这个相反呢，并不是说创造一种对立和冲突，或者是有很多分歧跟矛盾，而是2个人在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向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个层面。并且2个人在交换，就是说他欣赏你的地方，然后呢，你也有欣赏他的地方，而这2个点又是你们2个人都没有的，就属于那种我能在你身上看到我没有的优点，你能在我的身上看到你没有的优点，然后2个人就相互学习，2个人就相互的一起去探索 ，OK， 去理解另外一个更大层面的一个世界。我们今天看到什么？看到了天使啊，这个是大天使。所以对于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其实谁想来找你谈恋爱呢？这个人对于你来讲可能就是你的天使。我们这里看到心灵感应，这个人在你生命当中他的出现，你可能觉得这就是天使，是一个很美好的形象，是一个很让人觉得很温暖，对吧？很有保护或者是让人觉得很安心的一个能量信息 Temperance。 好，我们再来往后看。哇，2张大牌啊！第2张牌来力量牌。刚才我讲过相反，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力量，所以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这种力量的感觉。我们看到这个大狮子啊，还有这个美女啊，美女跟野兽这个感觉啊，这个大狮子其实给人的感觉是很温暖的，就是对这个人啊，这个美女，就她回头看的时候，就是那种回头看向你，然后呢很崇拜。觉得她很美，对吧？然后这个人呢也是摸着这个狮子的屁股啊，就觉得说没关系啊，对，所以2个人，我觉得这个谁想来找你谈恋爱的这个人呢，会对于你而言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天使，就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温暖的。然后呢，觉得说 OK， 别人可能有点怕他，或者是别人觉得他很凶，但是到你这来，你却觉得说他很好。他没有不好，他没有你们说的那个样子。对于我来讲，他非常非常的优秀。OK，这个人有可能很注意头发啊，我这边感觉到，就是对于头发的能量会很，怎么讲呢？也许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他有这个，如果是女生的话，可能会有这种秀发的感觉，长发飘飘啊，或者是卷发，非常的美丽。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他可能这个发型的这个比方说有烫啊，或者是弄得就是很潮啊，或者是弄得很帅气啊，就这个头发可能会让你觉得，特别是卷发，我这边感觉到可能有一点烫，有一点卷，就这个头发非常的漂亮，很飘逸，或者是很有型。OK， 那也许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也对这个头发啊，就是非常的在乎保养啊，你也是很喜欢那种美丽的秀发呀。
对，我这边感觉到就是很飘逸的头发啊，我一直看到头发的能量，我就很多很多。好，力量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啊，去连接关于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这个人，他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关于这个人的能量啊。好，金宇宙给我们指引，究竟是谁会来找第3副牌的朋友来谈恋爱呢？我这边有抽到2张，我抽到了1张骑士，我还抽到了1张皇后。哇，好的 ，OK。我会觉得当前呢，这个能量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分，就是说，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呢是一个男生的话 ，OK， 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忠诚，非常的浪漫，真的是一个浪漫的骑士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白马王子。我这边看到天使的能量嘛，白马王子啊，白马王子带着他的玫瑰，带着他的美酒，带着他的这个诚意啊，来走进你的生活，想要跟你去恋爱，对，这个人跟你的年龄是很相近的 ，OK， 这个人呢，我觉得他会对于这场感情啊非常的忠诚，因为我看到是这个人能够在能量的磁场方面啊，就是能量磁场的这边，就是能够感觉到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连接，强烈的连接，所以他会不断的去靠近你，或者是想方设法的去接近你，在你的身边跟左右，让你能够总看到他。OK， 或者是让你总能够感觉到他就在你的身边，有一种那种骑士般的守护，就是保护你啊，或者是在你左右啊，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立刻马上出现在你的身边。OK， 这个是骑士啊。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女生的话啊，如果这个人是女生的话，这个人会像一个皇后。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啊，如果说你喜欢的是女生的话，这个女生有可能她是一个蛮成熟的人，就是给人感觉很美好，然后呢，有一点高高在上，然后呢，可能她各方面气质很佳，气质非常的好啊，气场也比较的强大，然后呢，她会给人一种女王的感觉啊，给人一种女王的感觉，她可以去，比方说激励你，可以去让你感觉到她的热情，然后呢，她也会有一种很厉害的能力啊。这个人可能会很有能力，然后呢，他的能力方面也是让你很钦佩、很折服的，所以有一种拜在他的那个石榴裙下的感觉啊，他就这种我都很好，我又漂亮，然后呢，我又有实力，然后呢，我为人又很温暖，又很和善，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我。那么我自己也知道，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女王啊，有这种女王的气场啊。所以说，如果这个人是女生的话，那么这个女生的话应该是气质型。OK， 那这个女生应该是非常优秀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啊，非常的优秀，女王级别的啊。好，那因为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性别方面可能会有一点分，所以我们再来抽1张牌看一下啊，我们再多抽1张牌，看一下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好，我们看到了第3张牌，我们抽到的是一个隐士牌，这个人呢会有一点喜欢独处啊，这个人会有一点喜欢独处，他会比较的在乎内在心灵方面的一些功课，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也是蛮喜欢修行的啊，可能是一个修行者。他的这个修行者呢，在于说他不仅仅在乎我们物质世界、地球上的一些事情，他很在乎他身心灵的一个调养，或者是他身心灵的一种探寻。这个人呢，我觉得他灵魂深处有一点点小小的孤独感，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会比较喜欢一个人的这种旅程。那么他在寻找恋爱伴侣的时候呢，在精神上的追求应该是非常强烈的。可能我们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啊，这个 telepathy 这种心灵感应的能量也是在讲他非常的信缘分。有的时候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可能会说我要看一下这个条件，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这样子我们价值观比较一致，那么以后生活起来呢可能也会更加方便，不容易吵架，也会比较和谐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不同的人对于感情所要追寻的不同，有些人呢在感情里面他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他要的就是一种心动，他要的就是那个眼神之间可以去相互的交流和互换。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跟他之间就有这个能量，
隐士牌，你们的能量啊，我觉得这个爱情对于你们来讲，它的能量很隐晦，不属于那种很轰轰烈烈的感觉，而是很隐晦。但是呢，你们两个人的能量却非常的强烈。至少我在连接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这个人，他的能量很强烈。2张大牌，一个节制，一个狮子。这个人反而他自己啊，如果不谈感情的话，他反而给我的感觉有点高高在上，有一点人气很旺，有一点好像是别人经常会评说的一个红人。OK， 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因为这个力量牌有狮子座能量嘛，就是那种有舞台的感觉，他是一个很会表演的人，他是一个很会作秀的人，他是一个很高调的一个人啊，有这种能量。射手狮子啊，我们这边射手狮子还有这个双鱼跟处女，但是呢他在恋爱的时候会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能量啊。他在恋爱的时候其实他非常非常注重感觉，物质层面的东西可能在他这里已经被放到一边了。他比较在乎的是，尽管我们不沟通不交流，是否我们两个人能够在这个能量磁场里面去沟通和比方讲我能读懂你的心思他能读懂你的心思，你也能够在眼神当中读懂他的心思。我们这里有一个 mind reading， 我能读懂你也许别人会觉得你这个行为是你不开心了，或者是你这个行为是因为你很开心，但是却在你们这个能量里一对一的这个能量频率里，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其实他并不是这样，他可能现在很难受，或者是他现在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可能是一种很平静，对吧？所以你们两个人读取彼此的心思，这个能量会很明显，会很重。这个是只有你们两个人能够懂得的一种沟通方式对，所以我们看这个隐士牌它讲的是personal creativity 自我的一个创造。所以你们两个人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这一组的能量里面有很强的艺术气息我就是感觉到有很强的艺术气息，有很强的一种情感精神超越物质的一些能量在这边。可能你们是艺术家，可能对方是个艺术家，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是明星，是艺人，或者是设计师也许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对于语言的这一块并不是你们的一个主场，你们更多的可能是用一种精神的向导去引领你们做你们的事业也好，做你们的设计也好，做你们的创作也好。你们其实对于这种心灵感应的能量无论是你跟这个爱人的心灵感应，还是说你们跟高我或者是指导灵的心灵感应，你们对于这种能量的连接是非常熟悉的，对方是非常熟悉的，他习惯这种方式。所以说在你们的恋情当中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方式，也许你会激发他艺术的表达，或者是他能够让你更加 OK去喜欢艺术，或者是更加能够去相信这种所谓的非语言的沟通方式。好，我们看到这里呢，来继续抽2张塔罗牌看一下关于这个人的具体信息，关于这个人的具体背景能量OK， 第1张牌大皇帝 Emperor。大皇帝的这个能量呢，我们还要加入一个白羊星座进来这个大皇帝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导演可能这个人是导演，可能是这个剧情的导演，可能是故事的一个所谓的作家，可能是他人生的一个导演，他是主场者，他在编导他的人生，他的人生他说了算，他做主。所谓的世俗里的东西，所谓的这个规矩里的东西，对于他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他是他自己生命的主场，他会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去创造，去创作，去引领，哪怕自己的爱情他也是要完全听从自己的心意。我们这里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人所有的能量到现在为止全是大牌，这个人在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自我独立有个性的人大皇帝非常有热情我们今天好像3个火象全部出现了，白羊、射手和狮子3个火象全部出现了3个火象星座对于生活是热情的，对于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创造他要的未来，喜欢自由，追逐自由。那么在情感当中的这种
心灵感应的这种方式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种能量脉冲。可能这个人在看到你的时候，有一种看到自己未来的女王，看到自己未来的白马王子的感觉，一见钟情一见钟情。那么这个一见钟情呢，可能他接下来就是用一系列的方法、行动和一种表现力来让你靠近他，来让你关注他，来让你爱上他。最后的一张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人。权杖六，无比的自信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自信。这个人其实还挺自恋的，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他的形象很好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现在感觉到就是这个人形象很好，可能是一个气质美女，可能真的是一个超级大帅哥的感觉所以说你们两个人的这一段情感吧，在心灵感应方面让你们觉得可能是一种无法理解的这个人怎么会关注到我，怎么我就会对他感觉很不一样。然后呢，这段感情里面我也觉得有很强烈的那种，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就是我感觉到这个人不是一般人，这个人可能会是一个名人，这个人可能会是个明星，这个人可能是个艺术家，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导演，这个人可能是个作家，就他很有名气，他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他经常有这种别人的簇拥，他自己对自己的形象要求也非常的高，本来就是一个美女或者是帅哥。OK， 那你们的这段感情，我觉得是一种老天的赐予吧，或者是说你们在灵魂的层面是紧紧相连、紧紧相扣的，超越了表面物质的这个 level 这个层面。如果这个人是男生的话，他就是你的白马王子；如果这个人是女生的话，他就是你生命的女王。这个人大家一定要记住非常的在乎精神。不要被他的这个外表所迷惑，无论他有多帅，无论他有多漂亮，这个人都注重精神，他内在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注重心灵成长的，喜欢独处的，自己有自己独特思考的一个人。所以说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情感的连接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让你觉得每天都非常的美好，让你觉得能够爱他，能够被这个人就是在你身边跟左右所包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一副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副牌，我们继续来寻找一下今天当然我们也要去解决就是说这个人是否跟你当下已经认识，然后呢是否需要你去主动来打开这一段恋情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武功。武功这张牌呢，其实是真的有关于恋爱这张牌是有关于恋爱，这是一次艳遇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想来找你谈恋爱的人，对于你来讲，对于他来讲，这是一段艳遇。艳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激烈非常的刺激，非常的热烈，让你们两个人的心砰砰直跳的感觉它不属于那种细水长流很温暖，然后呢非常的慢，然后慢慢来，不是，是热烈，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就像去蹦极一样是非常强烈的荷尔蒙和肾上腺激素的一种刺激感。Power of Love 这张牌呢，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可能会就是很不一样，这个人会带给你们的感受比方说这是一个什么做音乐的呀，做创作的呀，搞艺术的呀，或者是这个人会完全跟你的领域不太一样，然后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我真的很喜欢，或者是对方看到你以后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关注到你，因为你们有心灵感应，他的眼神能看到你就算这个人在台上，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在台上我一直看到这个人在台上，这个人在演讲，这个人在唱歌，这个人在跳舞，或者是这个人在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在编剧导演在这个讲话或者是致辞 OK， 这个人在演说等等就是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高，然后呢你可能在听，
你可能在看，你可能在欣赏，但是他却真的能够在所有的那个人群当中看到你，你也能够感觉到他的眼神真的是只对你一个人啊，他能读懂你的思想，他能够看懂你的心思，你也能够明白他在想什么。我们这里啊，武功的能量啊，是爱情，是邂逅，是艳遇啊，这个是武功。所以这一段感情，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人呢，跟你之间呢，会我觉得是很多的冲动，很多的激烈的一些东西，很多的让你觉得欲罢不能的东西，然后呢是一见钟情的东西。在第三组牌的朋友这里啊，你看你们选的这个红玛瑙，给人的感觉很热烈啊！白马王子要向你走过来，你怎么能够不心动？女王向你伸出她的这个美丽的双手，你怎么能够不牵起？就这种感觉啊，武功的能量啊。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所以我觉得啊，我当前并没有看到说你们两个人有什么互动，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人可能当下大多数的朋友还没有遇见他啊，这个人会在接下来我看一下，可能是5周或者是5个月之后啊，你可能会遇见这个人，你的艳遇，今年你会有艳遇啊。第三组牌的朋友来看一下，第一张牌。我们这里是一个下4/4 last quarter 啊，我们就叫3/4吧。其实它就是残月的能量啊。这个是在射手座 practice gratitude。好，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呢，是在讲啊，你们的关系嘛，不要把对方对你的喜欢、对你的热情、对你的好当做理所当然。我们要更多的去感恩。在这个关系当中，有一个人会被另外一个人强烈的追求，是强烈的追求。我这边感觉到是对方强烈的追求你，或是强烈的去靠近你，让你没有办法去忽略到他。这个女王的话，可能她的方式也是让你觉得说，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这个女王，你会爱上她，你会愿意跟她在一起。那这个人如果是浪漫的骑士的话，那肯定是更加的热烈，就是不断的向你这边发起这种直球的也好啊，或者是直接给你浪漫的这个糖果也好，就是会非常直接，非常的热烈。那宇宙在讲的是，不要把对方对你的好当做理所当然，我们要去感恩，我们要把这个好去放大。所以说我觉得看到这里啊，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跟他的关系啊，应该不需要你太主动的。你要做的不是主动，你要做的是给出好的回应。就是当这个人对你好，当这个人他给你这个买礼物，然后呢向你表白，或者是给你安排这个很浪漫的约会呀，或者是带你出去玩呐，你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你喜欢，告诉他，或者是让他知道你很感动，或者是说让他知道你其实是非常欣赏他的，你对他所安排的一切，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是非常认可的。不要去过多的要求他做什么，而是说去以感恩的方式啊，让他愿意为你做更多。射手座这张牌也给我的感觉是好运在你这一边啊。第三组牌的朋友，好运在你手边，好运就在你的这一边，你将有艳遇啊，艳福不浅啊。第三组牌的朋友，好，最后的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呢？好，最后的一张牌我抽到是4/4月相在摩羯座啊，也是上弦月摩羯的能量，释放你的最温暖的一面啊。我知道了，这2张牌呢在告诉我，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这个艳遇啊，你将遇到的这个艳遇是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遇见过的类型。你将遇到的这个艳遇呢，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就是说有一点不敢去接受，或者是有一点点担心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心态来跟你连接。你对这个感情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风险，有一点点的冒险，因为这个人他可能会很高，他可能会我只能这样讲啊，因为每个人不同嘛。我是觉得这个人他比你高，他可能会社会地位比你高，这个人可能会名气比你大啊，这个人可能会是一个你不敢想的人啊，你的艳遇可能是一个你不敢想的人，他非常的优秀，他非常的厉害，
他也非常的帅，非常的漂亮，所以他的各方面会在你的择偶要求之上跳一个台阶。你现在要求的这个美好形象是这样子的，那你的这个想来找你恋爱的这个人呢，会在你的要求之上再往上一个是高于你的要求，高于你的那个理想存在的一个形象的人，他会进入到你的生活，你们两个人是邂逅，这个人会一眼看到你，而且你对他是一见钟情，他对你也会是一见钟情。那么这个人 OK， 你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你跟他连接的时候，因为你心里的这种可能会有一点不安全感吧，或者是觉得不相信他会爱上你，不相信这个人会只爱你，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心思让你可能会有的时候对他有一点严格，因为你可能想逼他走，或者是你想逼他撤退，你想逼他放弃，但是这个人呢，其实他真的是很喜欢你不要逼退一个爱你的人，不要去对爱你的人做出伤害，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伤害其实并不是真的想伤害他，而是我们在伤害对方的同时在伤害着自己，因为我们其实是在对自己的一种否定。第三组牌的朋友连接到这个地方能量，我只想对你说，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要门当户对，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要门当户对。如果说有一个更好的人想来爱你，而你又很爱他，为什么不行？如果你在情感当中并不是那么的看条件，你愿意接受无论是什么条件的人，只要你爱他，只要他对你好，你就可以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比你更高的人，或者是我们在讲跟你一样的人，想接受这份感情，只想爱你这个人，只想爱你这个灵魂，而不是看所谓的物质条件，或者是我们在讲世俗上的那些凡夫俗套。新月在摩羯这张能量，我会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不要想着说很精彩的爱情不可能开出美好的花朵，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爱情的坟墓，有些很精彩的爱情最后也是以结婚作为最高的一个点，就是说结婚就是爱情的诠释嘛。而这张牌在告诉我，你们今年将有艳遇，这个艳遇的这个人会很爱你，这个艳遇的人可能会让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就像是冒险。所以呢，我这边就是觉得说第三组牌的朋友吧，一个呢就说不要太在乎这个结果，如果这个过程是那么的精彩，是人生最美妙的一段爱情，哪怕没有所谓的你要的结果，难道你就放弃吗？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怎么知道这段感情没有你要的结果？你都没有尝试，你都没有去真正的走进去，你都不相信，你怎么可能拥有这个奇迹？如果奇迹摆在你的眼前，你不相信它，你不去抓它，这个奇迹就相当于不可能真正的被显化。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好运在你的这一边，奇迹也在你的这一边，你的艳遇也在你的这一边。我觉得该抓的时候第三组牌的朋友该去所谓的至少给别人一个机会，不要去把就是不断的试探，不要不断的去拒绝，不断的去推，不断的去伤害，这个能量你一定要小心。只要你释放出你的美好，释放出你的可爱，释放出你的温柔，释放出你的善良，释放出你的善解人意，接下来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人想来找你谈恋爱的这个人他会做到只要你给一个机会，只要你愿意去尝试一下，因为摩羯是个土象，只要你愿意尝试一下，把责任的这个事情先稍稍放一下，让责任这件事情不是说你去担所有的责任，而是让对方去做一半的责任，你也出一半的力量，那么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非常可以期待的，值得期待的，好不好？OK， 那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连接谁想找你谈恋爱的一个能量和讯息。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